北约军援断崖式下降，乌克兰该何去何从？俄乌冲突自开始已过去半年的时间了，双方依旧僵持不下。泽总虽然打算反攻夺回克里米亚，只是到如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反倒是武器供应出现了大问题。乌克兰能和俄军五五开，有一半的功劳都是北约好兄弟支援的武器装备。早期的标枪、毒刺，后来的 M777 榴弹炮、海马斯等武器装备，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命脉。毕竟在战火荼毒之下，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远远跟不上战争的消耗，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北约的支援。只是经过半年的消耗，北约自家的武器库存也不够了。最近提供的武器援助开始锐减，或者说从4月份以来，北约的军事援助力度就开始下降，甚至到7月份，英、法、德等欧洲6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军事援助承诺。眼下正是乌军反攻的大好时机，北约的武器援助会不会出现断供？俄乌战争初期，北约对于乌克兰的援助还只是步兵轻武器，比如说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等。但是战争进入第2阶段之后，俄罗斯军队不断在乌克兰东部取得胜利，北约就开始把手头库存的一些重型武器援助给乌克兰。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拿出了自家 T72 主战坦克，美国更是直接把 M777 榴弹炮以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交给了乌克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俄军完全拿下了卢甘斯克州，并且在当地进行休整之后，乌克兰军队利用北约提供给他们的各种远程火力，针对俄罗斯的后方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在这期间，美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德国的 PZH-2000 自行榴弹炮以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俄罗斯并没有有效的手段去反击这些远程火力。不久之前，俄罗斯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机场爆炸，俄罗斯对外界宣布是士兵操作不当，因为烟头引起的。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乌军的一大战果，所以美国可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的弹药了。可见北约的援助对于乌克兰而言有多重要。可惜北约的武器库存是有限的，经过半年的消耗，地主家也没余粮了。乌克兰福布斯专栏作家达岑科按月分析了北约援助武器的情况，发现只有少量的武器类型援助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类型却逐渐减少，部分武器援助甚至直接归零。其中火炮的降幅最大，从4月份的90门降到7月份的0门，直升机和远程导弹系统的供应也开始下降。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直接影响，但是乌克兰的主要的军事工业链几乎被完全摧毁，军队已经无法依赖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前线的绝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来自北约的支援，一旦供应出现问题，现在僵持的局面会瞬间被打破。当然北约也肯定知道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援助武器减少的情况？实际上6月份以来，美国和欧盟军队一直在抱怨，因为援助乌克兰导致自身防御能力下降，所以火力军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武器库告急。美国和欧盟半年援助的武器几乎可以撑起一个全球排名前15的陆军，北约基本上是全世界搜集苏式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只是现在已经不再公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具体类型和数量，所以到底援助了多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公开的情报来看，援助的苏式武器加上北约现代化武器，其陆军规模基本上可以说有半个台湾或者整个新加坡的实力。北约峰会结束后，北约又承诺援助600辆坦克，500多门坦克以其他武器刷装备，加上之前援助的300多辆坦克，数量直接近千。榴弹炮与多管火箭炮也同样如此，美国的 M777A2， 挪威的 M109A3NG， 德国的 PZH-2000， 法国的凯撒火炮以及谢氏 FH-70 等榴弹的数量也是接近300。
更别提之前所援助的运兵装甲车。在战争初期，北约国家援助的力度没那么大，榴弹炮没几个，但是装甲运兵车呢是要多少有多少。多管火箭炮则是以海马斯与 M270 为主，总数量大约在18辆左右，15辆海马斯与3辆 M270，其中英国的3辆海马斯还在路上。防空则是支援的 S300与 NASA MS， 可以说就光北约援助的武器就可以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陆军军事实力。如果不打仗没有消耗的话，乌克兰自己的武器加上北约各国的支援，都能拼一拼北约陆军实力前5了。可以想象这个数量该有多少。而且北约的苏式武器其实并不是很多，也就之前华约国家的武器库里多一些。这些援助完之后就开始援助自家的库存，比如德国的 PZH2000， 法国的凯撒。但是北约好兄弟也要照顾自己的，总不能把全部的库存全都交给乌克兰。欧盟对乌克兰军援总金额大概为25亿欧元，英国援助总额约为23亿英镑。虽然就算两项加起来也远不能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超过400亿美元军援相比，但对欧洲来说已经是伤筋动骨。欧盟的整个欧洲和平基金上限也只是60亿欧元，为了乌克兰已经花去超过40%。但凡欧洲安全再有一点风吹草动，比如积极冲在挑衅俄罗斯第一线的波罗的海3国再出点事儿，或者面向中东北非的南欧地区出现移民潮、恐怖袭击什么的，欧洲可能都用不起兵了，还要继续出钱。另一个问题就是北约好兄弟的经济也堪忧，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怎么救乌克兰？英国7月通胀10.1%，欧元区7月通胀8.9%，乌克兰和欧洲都是溺水者，现在是两边互相喊救命，而且现在欧洲旱灾严重，很多国家一旦出现旱灾就是全国性的，粮食没办法调度，而且如果大规模给乌克兰援助武器，会导致一部分生产用于经济的服务于军事，这样通胀会更高。还有欧洲经济现在已经开始负增长了，或许会有朋友认为还有俄罗斯到冬天断天然气的影响，确实这点火力军不否认，断气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可能导致电力消费大增，影响工业化发展，但这点绝不是决定性的。俄罗斯越打越转，这个说法很明显不可能。对冬天看法，顶多是到了冬天会对俄罗斯反攻不利，如果不能近期开战局势，那么估计要等到明年了。最主要的就是通货膨胀。现在美国也在面临这个问题，美联储在收缩货币政策，欧洲也会面临美元潮汐作用，会导致经济的资金投入减少，这也会有进一步影响。如果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对整个欧洲都不是好消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援助的武器确实多，在俄乌战场上起到作用也不小，像什么毒刺、标枪、米17直升机、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可以决定战场胜负的武器。但是注意，美国所承诺的对乌军事援助金额型，并不是全部用于乌克兰。乌克兰确实受益，但并不是最大受益者。拜登签署的400亿美元援乌法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军火商，他们至少有17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按照法案内容，这400亿美元的支出并不是直接向乌克兰提供物资，还包括美军为乌克兰提供支援产生的费用，以及美国公司为乌克兰生产武器和其他物资上，实际上是左手倒右手，绝大数资金都被军工复合体拿走。按照德国的估计，从开战到现在，乌克兰拿到的美国援助大约价值162亿美元左右。只是就算如此，断供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欧洲确实有点自顾不暇，经济上不是很宽裕，但是援助武器保持俄乌战场僵持下去，应该还没啥问题。德国从俄乌战争开始，对乌克兰的武器出口总额超过6.86亿欧元 ，M113 装甲运兵车、PZH2000 榴弹炮等武器也是挺不错的。虽然泽总对法国总统马
马克龙一直对普京抱有可以做通工作的希望表示不满，但作为欧盟的话事人之一的法国，并不想在对乌援助上露下援乌不积极的画饼。凯撒榴弹炮、MMR、ATGM 反坦克导弹、VAB 轮式装甲运兵车都是法国的支援。之后还打算把飞鱼反舰导弹送给基辅。英国更是欧洲军事援乌的急先锋，在对乌援助力度上，除了美国就是英国。乌克兰兄弟缺什么就送什么。战争初期缺防空，那就是支援星光；现在缺火箭炮这种远程打击武器，那就支援 M270与海马斯。从态度上已经表明了支援乌克兰拖垮俄罗斯，所以相比较断供这个说法，火力军更倾向于俄罗斯萎了。在俄乌双方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援助乌克兰只会缩小差距，将战争拖得更加持久。放任不管更有可能促成天平的迅速失衡。至于促成停战，在俄罗斯视西方军援为拱火的情况下，也不太现实。而且战争拖得越久，俄罗斯军力消耗就会越严重。但这种战术的悖论就在于军力消耗具有负反馈调节机制，也就是俄罗斯消耗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其威胁下降，那么北约打击俄罗斯的想法就会减少，相对的对乌军事援助也下降。所以当时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就是俄乌战争僵持的缘故。俄罗斯基本上没什么后劲儿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整个生产线的问题。俄罗斯现在根本无法像二战时候的美苏那样弄出无数条重武器生产线，甚至战争初期俄军武器就暴露出不充足的迹象，到现在也没有好转。所以说武器不充足又没有增兵的情况下，俄罗斯现阶段几乎没有攻城略地的能力，那欧洲的援助自然会放缓。因为对欧美来说，援助乌克兰当然不是出自什么正义之心，单纯为了消耗俄罗斯，所以对他们来说，给到一个平衡状态是最好的。现在战场也逐渐趋于平衡，还是那句话，一个被拖入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才会北约想要的。实际上，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如果北约能保证对乌克兰无条件的支持，那么乌克兰确实可以发起反攻，将俄军赶出乌克兰的土地也不只是空话。可惜这并不现实，泽总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声称要大举发起反攻，不管能不能取得成功，能多来点武器装备也是好的。但是北约也明白，乌克兰想要更多的武器结束战争，哪有那么容易？火力军认为不会出现断供的原因还有一个，比起7月份承诺要给什么，不如看看7月份有哪些到货。7月25号，波兰已经向乌克兰转移了一批 PT91， 法国6月份承诺的一大批 VAB 援助开始有到货，英国捐赠的36台 L118 与 L119S 已经投入战场，之前承诺的 AFV 部分抵达乌克兰。德国在7月份说要提供的30辆猎豹防空坦克，在7月份第一批终于到了，而且不宣布并不等于没有。现在北约大部分国家停止了报菜名式的提供援助，挪威、瑞典等国几个月前说了军事援助不是脱口秀，不会对外公布细节，毕竟口头提供远不如真送到什么。美国也没把援助 AGM88 列进军援清单，再广而告之。例如波兰赠送 PT91 的事情，就是之前有吹风，但7月份直接正式宣布赠送，乌官方同期宣布接受到，而且即使7月份无军援承诺，武器支援也不会少，毕竟兑现之前军援承诺仍需要几个月周期，断供在今年年底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北约框架内的前华约国家仍然有大量华约武器，通过阻力更小的回旋军援方式，通过提供北约武器替代掉他们使用的华约武器，
将被替换部分转赠乌克兰，仍可以挖掘潜力。而且7月份没有并不代表之后也没有。8月份，北约准备向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消息有2条，一条是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另外3套海马斯以及专用火箭弹，还有拉脱维亚赠送给了乌克兰4架直升机。还有就是从当前的战场形势来看，武器或许出现饱和了，也就是够用了。毕竟在战场上可以用到的就只有那么多，虽然有损毁的，但是现在俄军的实力也比不上刚开战的时候，进攻的意图少了很多。在海马斯支援的情况下，乌军当年的榴弹炮、火箭炮之类的武器已经足够了。这种情况要形容的话，那就是乌克兰缸里的水已经够多了，所以援助的力度就从之前论桶转变为论瓢，只要能保持满状态就行了。现在是处于一种细水长流的状态。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北约军援力度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